深山峡谷惊现神秘5层房屋，方圆10里杳无人烟。此建筑是何人所建？为何而建？内部是何模样？是秘密基地还是高人隐居场所？为了揭开这种种谜团，我从湖北长阳连夜赶往了贵州凤岗，深入其中实拍记录，一探究竟。对于这个5层房屋呢，也是众说纷纭。这里是贵州凤岗啊，传说央视曾经在这里拍过视频啊。有人说它是废弃的这个娃娃鱼基地啊，有人说它是废弃的兵工厂。那么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呢？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啊，我们深入这个房子内部一探究竟。这个房子远远看去应该是砖混结构啊。有很多人说这里不通公路，这个材料是怎么运上来的呢？这个我从这个旁边的石柱子啊就可以看出，应该当年从这里到下面的那个公路上面是建的有一条钢索，用大车啊把材料运到那个下面，通过钢索滑轮把材料就运到了这个建房子的这里。现在已经走到了个房子的正前方，哇，真的是5层啊！然后右手边呢有一道水帘从天上倾泻而下，那个里面应该有一个洞口，从那里啊有一个走廊走过去了。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大门，它的这个正前方呢有一个差不多50多平方的一个台子，然后是正对这个峡谷啊。这个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，而且从这个水池的青苔来看啊，这个应该是废弃了很多年，因为这个水池子应该跟这个房子啊是同时建造的。这里面会不会有鱼什么的？这个水特别的干净啊，清澈透亮，清澈见底。然后再从这个窗户望进去啊，里面是黑漆漆一片，而且那个上面已经布满了蛛网。这里面感觉是好多年没有人打理了。我们看到了正门啊，这个门口有一根纱木啊，是这样斜着放在这里。然后它的上面呢有4个指示牌：禁止酒后入内，禁止鲜花，禁止吸烟，禁止拍照。我们看一下为什么禁止拍照。刚入门，左边是个卫生间，右边呢是已经坍塌了的模板。这个应该建起不久之后啊，就直接废弃了。因为这个施工的模板都来不及拆除。我是穿戴了安全帽，穿戴了专业装备啊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。看一下这里面，哇，地上有很多生活垃圾，而且这个全部是用这个钢筋混凝土啊现浇而成。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窗户，这个里面是做的挡墙。咱们继续前进，看一下它的2楼是什么样的环境。我刚才说它是砖混结构啊，这个不太贴切，它这个是框架结构，因为全部都是有这个钢筋混凝土啊一体浇灌而成。这个下面有很多这样的水池，这个看起来就像是养过娃娃鱼、养过大鲤的啊。也有可能是一个实验室或者是什么。这个水池分了几层，而且上面被敲掉了，这个瓷砖全部被破坏了。这里还烧过什么东西，有胶状的物质。那边也是池子，这个2楼全是池子。这个上面应该是做的有消防设施，大家看那个蓝色的水管。我们到这个中间去看一下。哦，这里大家看，左右都是非常对称的池子啊。这个池子差不多是1.2米见方，因为这个是600的瓷砖，1.2个平方一个池子。这个应该是一个娃娃鱼基地，没错了。大家要是养娃娃鱼的话，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池子的做法。它这个池子的边缘呢，
就是做的2块瓷砖，中间夹着这个水泥啊，直接这样砌起来了，没有一块砖啊。这个池子的边子做的非常的薄，这个也就极大方面的利用这个空间啊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这全是这个钢筋混凝土一起浇筑而成。我们去3楼看一下，看一下3楼是什么样的环境。这里写了一个3，这就是那个3楼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。哦，这个应该是娃娃鱼的产房，这里没怎么被破坏，还保存的非常的原始，非常的完整。这个池子很大啊，差不多有10几个平方。这全都是这样的池子。而这个上面在渗水啊，这是从它的4楼滴下来的水。这个池子上面有编号，写的有3，然后旁边有贴签。由于这个年代太过久远了，可能这个标签上面的字都没有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开关电源，这个应该是控制这个水流的，有可能，或者是一个温度传感器。现在他们没有穿戴专业装备，全部在下面等我。咱们继续前进，去往它的4楼。地上有很多泡沫，这里写了一个4。4楼呢跟2楼的建造非常的相似，也是做的有这样的长方形池子，这个面积要大一点，每个池子的面积差不多是2.4个平方，也是毁坏的相当严重啊。那有418、417、416、415、414，有各种各样的编号。走，咱们四周查看一下。在这个后面呢，有一个侧间，它这个楼层呢越往上面来是越宽阔。哇塞！大家看，这个地上有很多这个输液管、输液的管子啊，而且是非常多。这个地上还有玻璃碴子。我现在是穿戴的是钢板的胶鞋啊，所以这个是没事的。这里应该是负责给那些娃娃鱼啊大米给它治病的这样一个工作间。这里面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输液管，而且还有注射器。这里还有没来得及使用的注射器。这里感觉还是有一点瘆人的，我们去外面看一下。5楼是连接的一个大洞穴，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洞穴。哇，这里很完整啊，那里面有很大一个裂缝。我们这时候先去外面看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洞穴有多深，看一下能否进到这个洞穴里面去。走，出发。那个上面好多蝙蝠。看到没？那个在密密麻麻的黑点就是蝙蝠哈，然后这个上面也是池子，而且有非常多的泡沫板。这个泡沫板呢，我分析应该是做的保温层。哇，这个下面好多夜明砂呀，我们得快一点走，不然待会这个蝙蝠拉粪便就拉到我头上了。咱们继续前进。这里面看着还挺宽阔啊，它是分了3层，然后我们向左边走一下。这个池子也是1.2米见方的这样一个池子啊，做了上下2层。然后在这个方向呢，就有一个小走道，这个小走道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长廊。现在我的队友他们在下面。哇，大家看，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穿戴专业装备呢？大家看这个钉子，这个钉子是这样往天上伸着了，这要一不小心一脚踩上去不得了，那就要打破伤风了。看到没？这上面要是沾一个泡沫，
你躲都躲不掉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放到一旁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，这里做的有水管啊，往外来的。这上面就是这种场景。啊！我要看一下，这里面是进不去的，它那个里面非常的狭窄，然后就在这里堵起来了，接的这个管子，进不去，这里面进不去啊。咱们原路返回，去看一下里面那个主洞道有多深。这个里面呢是有很大的水池，哇，非常的庞大的水池。然后从这个水池过去呢，就是前面的洞道。咱们继续前进。哇，这个水池下面有很多淤泥啊。哇，这个水好干净啊！那下面我隐隐约约看到有红点齿蟾的这个幼崽。这里可以下去哈，咱们下去看一下。然后在这个地上呢，发现了有趣的一幕。哇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像白蚁的巢穴？但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啊，这个是有这个山泉水啊，常年的洗刷，然后将这个岩层呢给侵蚀成这样子。哇，七窍玲珑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个侧面呢，是遇到了有这个钩虾和一些红点齿蟾的幼崽，一些洞穴生物。然后这里面呢是一个大洞腔，但是好像上不去啊，它里面是一大堵这个混凝土墙啊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这个上面非常的高，整体的山体呢是石灰岩石质。在这个下面有一个阀门，这个水特别的干净，看到没？哇，冰凉冰凉的，特别的舒服，好清澈啊！如此干净的水源，你们见过吗？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养娃娃鱼的基地，因为这个老板呢，可能是看中了这一眼山泉，所以呢，才决定在这里做这个养殖场。那整体的看了一下，里面应该就是一个娃娃鱼的养殖基地啊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废弃了，有可能是这个外面修水库啊，阻断了这个进山的道路，所以呢，这里就废弃了。那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拜拜。